上期咱们讲到 DC 发售3个月之后，索尼就公布了他们的新一代主机 PlayStation 2， 它号称可以每秒渲染7500万个多边形，是 DC 每秒多边形数纸面数据的10倍。更加离谱的是 PS2 可以直接播放 DVD 光盘上的小电影，而且在当时它的价格比大部分纯 DVD 播放器还更便宜，相当于买 DVD 播放器送游戏机的感觉。大家一看这 PS2 这么划算，那我买 DC 干啥呀？发布会画的这一张大饼一下让大家都进入了持币观望的状态，全都眼巴巴的等着买 PS2 了。那么 PS2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今天这期视频刀客就来聊聊 PS2 这款主机。PS2 总体而言，虽然硬件架构比它的前任 PS1 要复杂很多，但 PS2 和 PS1 这兄弟俩的设计理念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例如，它们的图形渲染管线都是分体式结构，都是由一个模块处理顶点变换和光照 Transform and Lighting， 也就是俗话说的 TNL， 另一个模块负责渲染 Rendering。在 PS1 上就是 GTE 处理顶点变换和光照， GPU 负责渲染。在 PS2 上通常就是 VU 来处理 TNL， GS 负责渲染。另外，就像 PS1 有一个 MDEC 模块来解码 JPEG 图片一样， PS2 也使用一个专门的模块 IPU 来解码视频和图片。不过 PS2 有一个之前我讲过的这些主机都不具备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 PS2 的向下兼容功能，它可以让 PS2 直接运行很大一部分 PS1 的游戏。总之，关于 PS2 的硬件真的是有很多有意思的点可以深入给大家聊聊。那么观众朋友们坐稳扶好，咱们马上就正式开车喽。首先咱们来看看 PS2 的心脏 Emotion Engine， 简称 EE， 翻译成中文叫情感发动机。说实话，每次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貌似索尼自从 PS1 成功心态膨胀之后，给自家主机 CPU 起的名字都是这种神神叨叨的名字。好吧，这个不重要。EE 这个芯片的内部其实包含了一大堆处理器和其他模块，包括 CPU 核心 EE Core、 向量处理器 VPU、 图像处理器 IPU、 内存管理单元 MMU、 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 DMAC、 内存接口和 IO 接口等等模块。CPU 的核心 EE Core 是一个 MIPS 3指令级的64位处理器，乍一眼看起来好像没有多么先进，但是索尼对这个 CPU 其实是做了一些定制化魔改的。首先是加入了一些 MIPS 4指令集中的指令，包括 Prefetch 以及 MoveZ 和 MoveN 指令。前者可以预先把内存中的数据读入到缓存中，后者可以根据某个寄存器是否为0来执行寄存器之间的数据移动操作。不难看出，这两种指令都可以对 CPU 执行的效率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其次 Sony 还增加了一些例如乘加这种有利于 3D 图形计算的指令。更重要的是，索尼还给这个 CPU 增加了一些 SIMD 指令，也就是单指令流多数据流指令。其实这种 SIMD 指令呢，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 CPU 上了。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可能对当时英特尔 CPU 的么么叉有一些印象，比我小一点的中年人可能对 SSE 这个名字他们更熟悉。至于喜欢折腾电脑烧机烤机的青少年朋友们，你要说 SIMD 那并不一定有多少人知道这是啥意思，但你要是说 AVX 那他们肯定都知道。无论是么么叉或是 SAE 或者是 AVX， 其实都是 SIMD 指令集。这种指令集的特点就是能一次处理多个相同类型的数据，对于信号处理啊、3D 计算什么的都有很明显的加速作用。1997年推出的么么叉指令集最早出现在奔腾么么叉处理器上，这个指令集处理的数据寄存器的宽度是64位的，支持的数据类型可以是2个32位整数、4个18位整数或者8个8位整数，反正就是加起来有64位就对了。但是么么叉的这个64位寄存器呢，实际上是从浮点计算单元那边借来的64位寄存器，这就导致浮点运算指令和么么叉指令之间没有办法无脑的交替执行。如果两种指令的确需要交替执行的话，那就必须先要有一个切换状态的操作，这个操作呢需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程序员写程序的时候还需要把使用浮点计算的那部分指令和使用么么叉
指令的部分分开，尽量减少状态切换的次数，才能提高程序运行的效率。而1999年推出的 SSE 指令集主要就是解决了么么叉指令集带来了2个痛点。第一个痛点是么么叉指令集只能处理整数，但 SSE 可以处理浮点数。第二个痛点是么么叉指令和浮点运算指令会相互影响，而 SSE 指令使用的是独立的数据计算器，所以不会和浮点运算指令相互影响。讲了这么多英特尔 CPU 的 SMD 指令，那么同样在1999年推出的 EE 处理器，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按我们老一辈玩家的感觉来判断，那当年的游戏机可比同时代电脑牛逼多了呀。那这 EE 核心肯定是吊打同时代的英特尔 CPU 的 SSE 啊。要是单看 EE 核心的 SMD 指令的话，我个人的感觉离吊打 SSE 可能还有点距离哈。这个 EE 核心的 SMD 指令和么么叉指令一样，只能处理整数数据类型，但 EE 核心的 SMD 寄存器宽度比么么叉寄存器的64位宽1倍，跟 SSE 是一样的，都是128位的。而且 EE 的这些 SMD 寄存器也都是专用的，跟普通指令之间也不会出现打架的情况。所以如果单看 EE 核心 SMD 指令的话，我个人感觉大概是处于么么叉和 SSE 之间的一个水平。不过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刀客在前面一直说的是单看 EE 核心的话怎么样，这是因为 EE 这个芯片的内部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处理器模块，把这一堆处理器的性能都加上，那这个 EE 的核心可就真能吊打当时的英特尔奔3处理器了。大家可能还记得 PSE 里面有一个专门用来解码压缩图片的 MDEC 模块，它可以在 CPU 运行的同时做解码压缩图片的工作。在 EE 芯片里面呢，也有一个类似的玩意儿，它的名字叫 IPU Image Processing Unit， 翻译过来是图像处理单元的意思。这个 IPU 呢，主要负责2部分的工作，一部分解码 MPEG-2 压缩数据的工作，另一部分是对图像进行 VQ 压缩的工作。解码 MPEG-2 和解码 MPEG-1 的工作原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之前在 N64 生化2的那一期里，我对这个工作原理有过详细的讲解，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只是 MPEG-2 支持的最高15兆 bps 数据码率比起 MPEG-1 的 1.2 兆 bps 要大很多而已。解码 MPEG-2 视频和解码 MPEG-1 视频一样，需要在解码出挨帧的图像之后进行运动补偿计算，然后再进行颜色空间转换，得到 RGB 颜色，最终才可以显示到屏幕上。所以 PS2 在解码 MPEG-2 进行视频播放的时候，需要先使用 IPU 里面的块数据解码模块解码出挨帧的图像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入到 EE 核心可以直接访问的 SPR 高速内存中，再使用 EE 核心中的 SMD 指令进行运动补偿计算，再把运动补偿计算得到的结果从 SPR 高速内存回传到 IPU 里面，再用 IPU 的颜色空间转换模块把颜色空间转换成 RGB 空间之后，最终显示到电视机的屏幕上。IPU 还有一个向量量化的功能模块，向量量化英文名叫做 Vector Quantization， 简称 VQ。 这个 VQ 模块可以非常迅速的把图片的 RGB 数据压缩成一个体积很小的查找表图片数据。之前在讲解 DC 的第2期里面，我们也提到过 VQ 压缩这种技术。如果细心的小伙伴看过 DC 的那期视频，就会发现之前那一期里面我说 VQ 压缩的算法是非常复杂的，压缩一张图片需要的时间非常长。那怎么到 PS2 这边直接在 IPU 里面用硬件计算咔咔一下就给搞定了呢？难道索尼大法真是搞了什么黑科技的算法特别牛逼吗？那必须的呀，索尼大法就是好啊。当然不是什么黑科技了，这个 VQ 压缩的速度这么快，只是因为它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粗暴的算法而已。之前讲的那种正经的 VQ 压缩算法虽然特别复杂，但它会自动根据图片的内容计算出它能找到的最适合这张图片的颜色查找表，以及每个像素在这张表里面的序号。但 IPU 这个 VQ 压缩呢，需要你先提供给它一个颜色查找表，然后它再去原图里面把每一个像素的 RGB 值跟你给它的这个查找表里的所有 RGB 值颜色计算一下颜色的偏差有多大，从而为每一个像素找到颜色查找表中偏差最小的那个颜色，来代替原图相应位置像素的颜色。大家听到这儿不难发现，我这2句话就能讲明白的算法，还是直接在硬件中执行，那这执行起来速度必须得是嗷嗷的快呀。但是呢，这个算法的缺点就是，如果你要保证压缩出来的效果，你给的这个颜色查找表里的颜色必须得根据被压缩贴图的颜色来精挑细选。你要是给了一个不适合这张图的颜色查找表，那压缩出来连这图他妈都不认识它了。
所以用这个简单的算法，你想用来做通用的压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说给个差不多色调的颜色查找表，让 IPU 按这个规则给处理一下，减少点内存占用而已。除了 IPU 以外，意义核心的周围还有3个协处理器。第一个协处理器 COP0 是系统控制协处理器，英文叫做 System Control Processor SCP，它主要负责内存管理、异常管理、断点处理等等工作。第二个协处理器 COP1 是浮点处理单元，英文叫做 Floating Point Unit， 简称 IPU， 它主要负责32位单精度浮点数的运算和32位有符号定点数的运算，包括加、减、乘、除、乘加、比大小、跳转、浮点数、定点数相互转换等等指令。虽然这个 IPU 并没有提供诸如三角函数、对数、指数函数这样的计算指令，但它却提供了在 3D 计算中非常常用的另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呢，就是计算平方根倒数的指令，英文叫做 Reciprocal Square Root。这种运算可以对向量进行归一化的操作。我们知道，如果想要使用点积来计算2个向量的夹角余弦值的话，这2个向量都必须是归一化之后的才行。要是没归一化的话，算出来的结果那就是错的。这个归一化的操作呢，不仅可以帮助计算向量夹角的余弦值，在绘制镜面反射的过程中，也需要对眼睛到多边形顶点的方向向量进行归一化。另外，在计算点光源的光照强度时，也需要使用归一化来得到点光源的方向向量。所以拥有单独的计算平方根倒数的指令，就使得 PS2 的点光源光照和镜面反射的计算速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光照计算的速度变快了，场景中光的数量和光的种类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提升，游戏的画质自然也就可能变得更好了。第3个协处理器 COP2 是一个向量处理单元，英文叫做 Vector Unit， 简称 VU。意义芯片的内部有2个 VU，VU0 和 VU1。COP2 这个协处理器呢，其实就是 VU0 这个向量处理单元。那么这个向量处理单元是干啥的呢？简单来说， VU 就是一个支持浮点数 SIMD 指令的处理单元，它可以用一条指令处理4个32位单精度浮点数。不过意义的这个 VU0 和同为协处理器的浮点数处理单元 FPU 不一样， FPU 是不能自己独立执行指令的，它只能听从 CPU 的指令， CPU 让它干啥它就干啥。但是意义的这个 VU0 有2种执行模式， Macro 模式和 Micro 模式。我感觉这俩名字 99.9% 是日本人起的。大家可能想问了，你有什么证据吗？你就这样说。证据我倒是没有，我只是感觉只有用日本人的英语发音才能准确无障碍的迅速区分这2个模式的名字。 Macro、Micro。Macro 模式工作的 VU0 就像 FPU 一样， CPU 让它执行一条指令，它就执行一条指令。在这种工作模式中，要么是 CPU 处于等待状态，要么是 VU0 处于等待状态。总是有一个 U 闲着的话，那必然处理器的整体利用率就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 Micro 模式工作的 VU 那可就厉害了，它不仅可以独立于 CPU 去执行单独的 VU 程序，而且这种 VU 程序控制的是2个同时执行指令的执行单元，上执行单元和下执行单元，也就是 Upper Execution Unit and Lower Execution Unit。 上执行单元在执行一条上指令的时候，下执行单元也可以同时执行一条下指令。如果程序的计算顺序编排合理的话，也可以缩短程序整体的执行时间。VU 的上执行单元主要执行的是128位向量的计算，它可以同时处理4个浮点数的加、减、乘，注意没有除啊，最大值、最小值、定点、浮点数互转等等运算，以及一个可以用加法、乘法拼凑出来的向量运算差级 Cross Product。 不过这边我还是要吐槽一下这个文档，它管差级叫做 Outer Product， 翻译成中文叫外级，但实际上英语的 Outer Product 和 Cross Product 并不是一回事。2个3维向量的 outer product 是一个3×3的矩阵，而2个3维向量的 cross product 是与这2个向量都垂直的第3个向量。很显然，在 3D 游戏中 cross product 这种运算会更常用一些，
它可以被用来计算一个表面的法线方向，也可以被用来计算控制摄像机位置与方向的 Lookat 矩阵，还可以在物理系统中被用来计算力矩等等。不过 VU 的上执行单元的指令集中并没有一个专门计算矩阵和向量相乘的指令，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像还不如 DC 的 SH4 CPU 呢。然而呢，矩阵与向量相乘这个操作从本质上就是调用4次乘加指令， SH4 的 FTLV 指令其实就是这么做的，而 PS2 的 VU 呢也是支持这种乘加指令的。所以只要保证连着调用4次乘加指令，并且这4次调用的时候寄存器输入的顺序也都写对了的话，那其实无论在功能和性能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又不是不能用，是吧？VU 的下执行单元主要执行的是单个整数或单个浮点数的计算，以及分支跳转、生成随机数等等功能。这个执行单元虽然每次只能执行单个整数或浮点数的计算，但它却支持一些协处理器 FPU 不支持的运算指令，例如正弦、反正切以及指数函数。这些函数都是直接在硬件上使用泰勒展开式去进式计算的，计算量比较可控，精度其实也足够了。至于其他的三角函数、余弦、正切什么的，你用正弦函数倒吧也都能算出来了。但是像对数函数这种简单的泰勒展开式搞不定的，那就只能用软件来计算了。不过在那个年代 3D 游戏的计算当中，对数函数的使用频率与三角函数或者指数函数相比并不高，所以偶尔软件算一下可能问题也不大。下执行单元虽然绝大多数指令都是针对单个整数或者单个浮点数进行计算的，但它也有几个针对向量的计算指令，例如计算向量 SYJW 各个分量之和的指令，计算向量的长度及长度倒数的指令，计算向量长度的平方以及长度平方倒数的指令。这些指令和上执行单元的乘加指令配合一下，就可以组合出计算点击或者归一化向量的操作。对于一个主要处理光照或者几何变换的处理器来说，这些操作那可都是相当有用的。虽然从功能上来看 Micro 模式的 VU0 和 VU1 能执行的指令都是一样的，但 VU1 相比于 VU0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 VU1 有一条直通 GS 的数据通道，它可以直接发送绘制三角形的指令给 GS， 也就是 PS2 的 GPU 去执行。那么 PS2 的 GPU 到底有多强大呢？为什么性能这么强大的 PS2 却被生化之父山上真司评价比他妈土星都难开发呢？下一期刀客将会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PS2 这款主机。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忙点赞、收藏、转发、投币。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第一时间收看我的视频。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在私信或者评论中告诉刀客。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